我晓得那是你们每一个人心窝子上最软也最痛的那块肉。不管你是已经当了爹娘的，还是正眼巴巴盼着孩子，甚至是被家里那个小祖宗折腾到偷偷抹眼泪的，今天这堂课你们都要竖起耳朵好好听进去。古人有句老话叫无债不来，无缘不聚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受了西方科学的影响太深，总觉得生孩子嘛就是个生物学现象，精子卵子一碰概率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们，那是只看见了皮毛，在佛法里头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。佛祖早就讲得清清楚楚，众生皆有因缘，孩子投胎到你们家只有4种情况，跑不出这4个圈，报恩、抱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你们睁开眼看看周围，是不是这样？有些孩子，哎呦，那是真乖，从小就知道疼人，长大了有出息，那是来报恩。可有些孩子呢，那是真要命，生下来就带病，长大了就惹祸，把你半辈子的积蓄败光不说，还要把你气得半死，那就是来抱怨，来讨债。所以我常跟你们讲，孩子从来都不是偶然来的。你以为是你生了他，是你养了他，不是，那是大错特错。真相是他选了你，他在那个中阴身，就是人死后投胎前那个飘荡的灵魂状态。为什么千家万户不去，偏偏钻进了你的肚子里？因为你们之间有那个磁场，有前世未了的那个账，他来了，是来成就你的人生课题的。它是你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你前世种了什么因，今生就要结什么果。听不懂，觉得玄乎，来，咱们不讲枯燥的理论，咱们讲故事，道理都在故事里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宋景德年间，是个真事。你们听懂了这个故事，也就把自己家里那本难念的经给念通了。话说在江南那个富庶的水乡，有个镇子叫清水镇，那地方好啊，小桥流水，烟雨画船。镇上有个大户人家，当家的叫林世昌。这林老爷是个做丝绸生意的员外，人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看就是个有福报的面相。他人品也没得挑，做生意讲诚信，从来不干缺斤短两、以次充好的勾当。他的夫人赵婉儿也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，不仅持家有道，对邻里乡亲也是乐善好施。夫妻俩举案齐眉，那日子过得按理说让人羡慕的眼红。可是啊，天道就是这么怪，他总要在你最圆满的地方给你缺那么一角。这夫妻俩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呢？就是膝下荒凉，没孩子。林世昌年过40，家大业大，却没人叫一声爹。你们要晓得，在那个年代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40岁没有儿子，走在路上都要被人戳脊梁骨，那是多大的压力啊！这赵婉儿心里头那个苦啊，跟谁说？每天看着街坊邻居家的孩子在门口跑来跑去，放鞭炮、捉迷藏，他的眼神就直勾勾的，手不自觉的去摸那个衣角，那是他亲手缝的小老虎鞋，缝了一双又一双。本来想着给未来的孩子穿，结果呢，一年又一年，那些鞋子在柜子里堆成了山，落满了灰。林世昌也好不到哪去，白天他在铺子里风风光光的是林员外，可一到夜深人静，他常常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西厢房发愣。那个西厢房早就收拾出来给孩子做书房了，窗台上摆着他从京城带回来的拨浪鼓，红漆都快褪色了，也没听响声。我就问你们，这种滋味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，那是真难受。俗话讲，病急乱投医，
这夫妻俩为了求个一儿半女，那是真把能想的办法都想绝了。他们去过苏州城最有名的回春堂，那个胡子白花花的老大夫手搭在脉上，一摸，摇摇头，只说是宫寒体虚，开了那一堆又黑又苦的汤药。赵婉儿是真想孩子想疯了，那是真听话，一碗接一碗的灌，喝得闻见药味就想吐。结果呢，肚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平平坦坦。后来又听人瞎说，临县有个神婆能通鬼神，特别灵。夫妻俩揣着大把的银子连夜赶过去，那神婆对着香灰神神叨叨念了半天，说要给送子娘娘重塑金身，数了没有数了，银子花出去了，头也磕破了。结果呢，还是一场空。甚至为了求子，林世昌去九华山许愿，山路崎岖啊，他摔破了膝盖，血染在石头上，他不喊疼。赵婉儿跪在菩萨面前，跪得膝盖红肿，站都站不起来，只求菩萨垂怜，赐个一男半女。就这样折腾了整整3年。林世昌看着妻子日渐憔悴的脸，心里那个绝望啊，不是一下子压下来的，而是一点一点像磨盘一样磨得人心力交瘁。村里的那些长舌妇在背后嚼舌根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命。看来这林家是要绝后咯，赚再多钱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充了公。这话传到林世昌耳朵里，像针扎一样疼。他就不明白了，常常在心里问老天爷，我林世昌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修桥补路我也肯出钱，对伙计也不刻薄，为什么老天爷就对我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那些地痞流氓都能生一窝孩子，偏偏我求不到一个？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疑问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为什么命运这么坎坷？其实啊，林员外不懂这里的因果。就在他们几乎要绝望准备认命的时候，清水镇的青石板路上来了一个人。这可不是一般人，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林家的命运，也揭开了那段跨越3世的惊人因果之谜。这人是谁呢？你们很多人常问我，我都磕了那么多头，烧了那么多香，为什么菩萨就是不显灵？是不是我香烧得不够粗，还是我不够诚心？我告诉你们，全错菩萨不是贪官，不收你的贿赂。你烧高香也好，烧树干也好，只要心不清净，全是烟熏火燎，把菩萨熏跑了。求神拜佛之所以不灵，往往不是不灵，而是时节因缘没到。什么叫时节因缘？就像咱们种庄稼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才能收割。你非要在夏天就想吃那个米，你就是把秧苗拔出来，它也没有米呀。林世昌夫妇当时就卡在这个夏天想吃米的焦虑里头。就在他们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清水镇来了一位奇人。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，雾气还没散，镇口的青石板路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铜铃声，叮铃叮铃，声音不大，却透着一股子穿透力，把镇上的狗都叫醒了。来者是一位云游的道士，道号玄机。这玄机道长看上去年纪不小了，胡子灰白，头上挽个发髻，插根木簪子，身上那件道袍洗得发白，补丁落补丁，腰间挂着一个破酒葫芦。可你们要是盯着他的眼睛看，嘿，那真是2道寒光，亮得吓人，像是能把你心底那点小算盘都看穿了。他在镇上待了3天，这3天里他断了几件奇事，张屠家的刀找不着了，他手指一掐，缩在井边的石头缝里，果然李家的小孙子夜里哭闹不止，他给了一张符纸烧成灰兑水喝，当晚就睡得跟小猪一样。这一下清水镇炸了锅了，都说来了个活神仙，
林世昌夫妇本来不想凑热闹，心想我都失望多少回了。可那天下午，人群散去，玄机道长正准备收拾摊子走人，林世昌鬼使神差的就走了过去。赵婉儿跟在后面，手里紧紧攥着手帕，那手帕里包着那个没做成的婴儿鞋。夫妻俩往道长面前一站，还没开口，膝盖一软，扑通就跪下了。道长，救救我们林家！林世昌那个声音颤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我们夫妇二人一生行善，从不害人，为何就是求不到一点骨血？难道是我们前世造了什么孽吗？说着，赵婉儿的眼泪就下来了，滴在青石板上，啪嗒啪嗒响。玄机道长没急着扶，也没说话，而是眯着眼睛，手里那个铜铃轻轻摇了一下，叮一声。他先看林世昌，点了点头，颧骨微隆，地格方圆，是富贵相，也是忠厚人。又看赵婉儿，微微一笑，眉眼含慈，人中深长，绝非无子之命。一听这话，林世昌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得老大。道长，您是说我们还有希望？玄机道长捋了捋胡子，笑道：贫道看两位面相，子女宫虽然现在有些暗，但隐隐有紫气东来，不是没有孩子，而是这孩子的来头不小，时机未到，他不肯进门。时机？什么时机？赵婉儿急切地问，身子都前倾了，就像那千年的灵芝早长在深山里，到雨水充足，地气调和的时候，它是不冒头的。玄机道长指了指天，孩子投胎讲究个缘分，你们之前的那些祈求，就像在旱地里吹苗，越吹越干。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我们老得动不了了吗？林世昌心里急呀。玄机道长摇摇头，收起铜铃，看着南方缓缓说道：要想解开这个结，你们得去个地方，往南走，去普陀山。那里的观音禅院有位妙音师太，她守着这桩因果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妙音师太夫妻俩面面相觑，对，你们若真想求这个孩子，就放下家里的生意，带上这颗诚心去见他。记住，这一路不许坐轿，要一步一步走过去，这叫苦行，也是在为那孩子消业。说完，玄机道长也不要银子，只讨了一碗清水喝，便大笑着走了。缘来缘去不由人，花开花落终有时。去吧，去吧。林世昌夫妇站在原地愣了半天，这要是换了平时，林世昌肯定舍不得丢下这一摊子生意，那是流水般的银子可这回他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回头对赵婉儿说：夫人，咱们去，只要能求来孩子，别说普陀山，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去。第二天，林家铺子挂出了东主有事，歇业半月的牌子。林世昌把店铺托付给了跟了他10几年的老伙计阿财。这阿财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，拍着胸脯说：老爷放心，店在我在，您安心去求小少爷。夫妻俩收拾了简单的行囊，赵婉儿特意把那批珍藏了许久，本来打算给孩子做襁褓的云纹软缎也带上了，心里默默发愿，要是真能求来孩子，这块布就是给他的见面礼。就这样，这一对求子心切的夫妻踏上了前往普陀山的路。这一路可不像现在坐高铁飞机那么舒服，风餐露宿，日晒雨淋。起初赵婉儿还是有些娇气，脚上磨出了水泡，疼得直吸凉气。林世昌看着心疼，想雇辆马车，可赵婉儿死活不肯。他说道：道长说了，要苦行才能消业，为了孩子，这点疼算什么？
比起心里那个空落落的疼，这皮肉之苦反倒是让我觉得踏实。你们听听，这就是母性啊，还没当妈呢，那骨子劲儿已经出来了。走了10多天，越走心越近，路上遇到乞丐，他们施舍干粮，遇到受伤的小狗，赵婉儿还要停下来包扎。渐渐的，他们好像忘了是来求子的，反倒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灵的洗澡。终于在一个傍晚，他们看到了普陀山的山门，夕阳西下，金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远处传来沉魂的钟声，当当每一声都敲在人的心坎上。林世昌搀扶着赵婉儿，两人满身尘土，却满眼光亮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山顶的那座古刹里，那位妙音师太早已备好了茶，正等着这一对从前世走来的故人。一场关于灵魂契约的对话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接下来讲的可是重头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借着妙音师太的嘴，把这千古以来生儿育女的秘密彻底给他捅破窗户纸。大家听好了，这不仅是故事，这是佛法里的高能预警。两个人到了山顶的观音禅院，那是气喘吁吁，满脸尘土。这禅院不比现在的旅游景点，那时候清静得很，古树参天，那个银杏树要3个人合抱才抱得过来。风一吹，树叶沙沙响，像是有人在低声念经。还没等他们敲门，那2扇厚重的木门吱呀一声自己开了。一个小沙弥走出来，双手合十，笑眯眯地说：林施主、赵施主，师太等候多时。这一句话把林世昌吓了一跳，心想我们这一路没给任何人报信，这师太怎知道我们要来，连信什么都知道。这就是修行人的功夫了，叫预知时至。心境到了极点，像镜子一样，什么都能照得见。两人跟着小沙弥穿过回廊，来到了后院的一处净室，那里坐着一位老尼姑，这就是妙音师太。你们想象一下她是什么样子，不是那种一脸严肃吓人的，她穿着灰布僧袍，满头白发像银丝一样，可脸上没什么皱纹，那个皮肤透着光。最绝的是她的眼睛，清澈的像个婴儿，看你一眼，你就觉得自己心里那些委屈焦虑全都被抚平了。林世昌夫妇倒头便拜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师太求您指点迷津，赐我们一个孩子吧。妙音师太微微一笑，手里捻着那串紫檀佛珠，声音温和的像春风拂面。起来吧，坐下喝茶。他指了指面前的石凳，又给两人倒了杯清茶。两位施主，你们的来意贫尼早已知晓，玄机道长让你们来找我，是因为这段因果只有在这普陀山上才能解。赵婉儿捧着热茶，手还在抖。师太，我们只想知道，为什么我们行善积德却求不到一个孩子？是不是我们没那个命？妙音师太摇了摇头，放下茶壶，看着远处的云海，缓缓说道：施主不是没命，是不懂缘。他转过头看着两人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你们世间人总以为孩子是父母生的，是你们的私有财产，大错特错。佛法讲无缘不入胎，孩子投胎到哪一家，绝不是偶然的瞎撞，那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引过来的，这种力量叫业力。师太伸出3个手指头，我告诉你们，孩子来投胎无非3种情况，你们听好了，对照一下自己想要哪一种。第一种，报恩来的，这种孩子前世受过这父母的大恩，或许是他落难时你们给过一碗饭，或许是他被冤枉时你们帮他说过一句话，这份恩情他死都没忘，刻在灵魂里。
今生他找上门来，就是为了报答。这种孩子从小乖巧听话，不用你操心，读书聪明，长大了孝顺，还能光耀门楣，就像给家里种了棵摇钱树，又遮阴又结果。林世昌一听，眼睛都亮了。我们要这种。妙音师太笑了笑，没接话，继续说。第二种抱怨来的，也就是讨债鬼，这种最可怕。前世是你们欠了他，或许是钱财上的纠葛，借钱不还，或许是感情上的辜负，害了人家一生，甚至是无意中结下的仇怨。他带着满肚子的怨气来投胎，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让你花光积蓄，长大了忤逆不孝，让你天天生气，最后可能还要闯下大祸，搞得你家破人亡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引狼入室。可这狼是你自己前世招来的。听到这里，赵婉儿打了个寒战，手里的茶杯差点拿不稳。他想起了镇上王员外家的那个败家子，不正是这样吗？第三种了原来的，这种情况最多。前世你们之间既有恩又有怨，关系错综复杂，就像做生意，你欠我500，我欠你300，今生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把这笔账算清楚。这种孩子有时候对你好，有时候又气你，好的时候让你觉得没白养，坏的时候让你恨不得塞回去。等这缘分依了，账一平，或许他就走了，或者你们就散了。讲到这里，妙音师太停了下来，目光如炬地看着林世昌夫妇。两位施主，你们想要哪一种？林世昌扑通一声又跪下了。师太，我们虽然不敢说是大善人，但也绝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。我们当然想要个报恩的孩子，可是这能由我们挑吗？问得好。妙音师太一拍桌子，声音突然变得洪亮。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孩子就像是天上的飞鸟，你们这对父母就是地上的巢穴。你是凤凰巢，自然引来金凤凰；你是乌鸦窝，来的自然是乌鸦。你们之前求之不得，是因为你们的心太骄太躁，那个磁场乱糟糟的，好的灵魂不敢靠近反倒是那些带着怨气的低级灵魂容易趁虚而入。现在如果你们真想求个好孩子，就要把自己的身心打扫干净。赵婉儿急切地问，怎么打扫？妙音师太从袖子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经书放在桌上，不求自得。从今日起，两位就在这禅院住下，每日随众生早课晚课，吃素念佛。不要再求我要儿子，而是发愿我要做一个有德行的父母，去承载一个生命，把心里的贪念、焦虑、恐慌全部放下，多行布施，多发善念。当你们的心像这普陀山的水一样清澈时，那个该来的孩子自然就来了。这一番话说的林世昌和赵婉儿醍醐灌顶，如梦初醒。原来之前的求神拜佛都是在做交易，直到今天才明白了什么是修行。于是夫妻俩就在观音禅院住了下来，这一住就是3个月。林世昌不再想生意场上的算计，每天帮着师太劈柴、扫地、晒经书。赵婉儿也不再摸那个婴儿鞋流泪，她帮着缝补僧袍，照顾来进香的孤寡老人。两个人的面相都变了，那种焦躁的火气退了，换上了一层温润的光泽。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，赵婉儿正在大殿里跪拜观音，突然她觉得眼前金光一闪，一阵眩晕，差点摔倒。恰好妙音师太路过，连忙扶住她，顺手搭了一下她的脉搏。闭目片刻，
随即脸上露出了那种意味深长的笑容。阿弥陀佛，林施主，恭喜了。恭喜什么？赵婉儿还有点懵，课已经到了。师太指了指他的肚子，赵婉儿愣住了，随即狂喜涌上心头，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。但是妙音师太接下来的话，却让在场的人心里又是一惊。师太看着那个还没显怀的肚子，神色变得异常凝重。不过平尼刚才感应到这个孩子的魂魄气息极不寻常，赶过来的林世昌心里一紧，是来讨债的吗？不，妙音师太摇摇头，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。这孩子气息清净，却又带着一股沧桑的厚重。他不像是普通的报恩，倒像是一位沉愿再来的救人。前世修了大福报，今生是带着使命来的。林施主，你们家这回怕是要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但能不能守得住这份福气，还要看你们日后的造化。这一番话把夫妻俩说得既高兴又忐忑，他们哪里知道，在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身上，究竟背负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前世恩怨。接下来咱们要讲讲这个孩子降生后的种种怪事。你们要晓得佛法里有个词叫宿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世带来的智慧。你们看现在的神童莫扎特几岁就会作曲，白居易生下来没多久就识字，那是老师教的吗？不是啊，那是人家上辈子没忘光。这就叫书到今生读已迟。这个林家的孩子就是典型的再来人，10月怀胎，遭分娩。那是一个中秋的月圆之夜，清水镇静的只能听见几声狗叫，林府上下却是灯火通明。赵婉儿在房里发作了，稳婆进进出出，一盆盆热水端进去，一盆盆血水端出来。林世昌在门外急得直转圈，脑门上的汗比屋里的产妇还多。折腾了大半夜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突然屋里的动静停了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而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林世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坏了，莫不是个哑巴。就在他准备冲进去的时候，稳婆抱着个襁褓出来了，一脸的古怪表情，恭喜老爷是个小少爷。只是什么？林世昌手都在抖。这孩子他不哭，林世昌赶紧凑过去看，这一看把他给镇住了。襁褓里的婴儿皮肤白白嫩嫩，不像一般新生儿那样皱巴巴的。最奇的是那双眼睛乌黑发亮，睁得大大的，正静静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那眼神里没有恐惧，没有懵懂，反而透着一股大人的定力。他看了看林世昌，竟然嘴角微微一勾，像是笑了。我就问你们，刚出生的孩子会这么笑吗？那笑里头分明藏着一句：父亲，我来了。林世昌想起妙音师太的话，心里安定了。他给孩子取名叫念恩，念是思念，是感恩，希望这个孩子辈子懂得报恩。然而随着小念恩天天长大，林府的怪事是一桩接一桩。这孩子长得太快了，3个月能翻身，6个月能坐稳，8个月开口叫爹娘，那是字正腔圆，一点不含糊。到了3岁，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、尿裤子，他呢，他喜欢坐在书房里看林世昌算账。有一次，林世昌正在核对丝绸铺的账本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眉头紧锁，怎么算都差了52两银子。小念在旁边玩积木，突然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：爹，那批从苏州进的云锦您少算了一批。林世昌一愣，
心想3岁小孩懂什么？可他鬼使神差地翻回去一查，哎呦，还真就是那一页少记了一笔。林世昌看着儿子，背后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哪是孩子啊，这分明是个老掌柜投胎啊！更让林世昌夫妇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念恩的慈悲心。5岁那年，林世昌带念恩去镇上赶集。那天的集市热闹啊，卖糖葫芦的、耍猴的，人挤人。走到一个街角，有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，头发花白，趴在地上磕头乞讨。面前的破碗里只有几个铜板，路过的人大多绕着走，有的还捂着鼻子嫌臭。林世昌也下意识地拉着念恩想快点走过去，毕竟现在的江湖骗子多。可小念恩突然站住了，死活不肯走。他挣脱父亲的手，迈着小短腿跑到老乞丐面前，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害怕躲闪，而是蹲下来盯着老乞丐那张满是污垢的脸，看了半天。然后小念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傻眼的动作，他从怀里掏出林世昌刚给他买的肉包子，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地递给老乞丐，还学着大人的样子深深鞠了一躬。爷爷，您饿了吧？吃这个。老乞丐抬起头，那浑浊的眼睛看到念恩的一瞬间，突然愣住了，手里的破碗哐当掉在地上。老乞丐的手颤抖着接过包子，嘴唇哆嗦着，眼泪哗哗地流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恩人，小恩人。林世昌跑过来责怪道：念恩，脏不脏啊？快走！念恩却抬起头，那双大眼睛里竟然蓄满了泪水。爹，我不嫌脏，我看到这个爷爷心里就难受，好像我以前欠过他什么事。林世昌心头一震，欠过他什么？这时候他想起了妙音师太说的因果，难道这孩子真的记得前世的事？但真正让整个清水镇都把林念恩当成小神仙供起来的，是那场洪水。那是念恩7岁那一年的夏天，那一年的梅雨季特别长，雨淅淅沥沥下了半个月，河水涨了不少，但还在堤岸下面，大家都没当回事。毕竟清水镇几十年没发过大水。就在大家都以为雨快停的时候，一天晚饭时，念恩突然放下了筷子，脸色苍白，看着林世昌极其严肃地说：爹把铺子里的丝绸和库房的存货今晚全部搬到2楼去，还有叫街坊邻居也都往高处搬。林世昌笑了：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，这雨都小了，哪来的水？爹是真。念恩急得眼圈都红了，甚至带了哭腔：我看见了，我看见好大的黄水像龙一样冲进来，咱们家的布都在水上飘。爹，您信我一次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？恐慌、焦急，那是真真切切看见了灾难的眼神。林世昌看着儿子，想起这孩子从小的不凡，心里那个弦绷紧了。他一咬牙：好，听儿子的，宁可白费力气，不可赌那个万一。当天夜里，林府上下灯火通明，林世昌带着阿财和所有伙计拼了命的往2楼搬货。邻居们看了都笑话：林员外，你这是中了什么邪？听个7岁娃娃的话，折腾。林世昌不管，还让阿财去敲锣喊大家转移。可惜信的人没几个，只有隔壁卖豆腐的张老汉平日里信佛，跟着搬了点东西。到了后半夜，报应来了。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突然变成了瓢泼大雨，就像天河漏了个底。紧接着上游的堤坝决口了，轰隆隆，那声音像万马奔腾。还在睡梦中的清水镇瞬间被洪水吞没。
洪水真的像念恩说的那样，像条黄龙横冲直撞。等到天亮，雨停了，大家站在高处一看，全傻了眼。整个镇子的一楼全被淹了，那些没听劝的商户，货物全泡汤了，哭爹喊娘成一片。唯独林府，因为货物都在2楼，几乎毫发无损。这一战，林念恩神童的名号彻底打响。邻居们看着这个7岁的孩子，眼神都变了，那是既敬畏又害怕，都在背后议论，这林家的小少爷怕不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吧？可林世昌夫妇心里却是越来越不安，这孩子太神了，神得不像个人。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空发呆，嘴里念叨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有一次，赵婉儿听见他看着落叶说：“花开花落，缘起缘灭。”这一世不知道能不能还清。赵婉儿吓坏了，拉住林世昌：“老爷，咱们还得去一趟普陀山。这孩子心里装的事太重了，我怕他哪天突然就走了。”林世昌点点头，神色凝重：“是啊，惠及必伤，情深不寿。这孩子如果不把心里的那个谜解开，怕是很难平安长大。”于是在念恩10岁那年，林家再次启程前往普陀山。而这一次不仅是为了求个安心，更是为了迎接一场跨越3世的重逢。因为当年欠债的、讨债的、报恩的，所有的当事人都在命运的安排下往同一个地方赶来了。前世的那个局终于要破了。我们常说冤家路窄，为什么窄？因为因果这根绳子把你俩拴在一块呢，想跑跑不掉。念恩10岁那年，因为那些超常的举动，让林员外夫妇心里不踏实，一家3口再次登上了普陀山。这哪是去进香啊，这分明是去赴一场跨越了3生3世的约会。再次来到观音禅院，景色依旧，但人的心境全变了。10年前他们是哭哭啼啼来求子，10年后他们是带着神童来解谜的。妙音师太似乎早就知道他们要来，站在山门前的古松下迎接他。老人家还是那么精神，只是看到林念恩的那一刻，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光。他没有跟林员外夫妇寒暄，而是径直走到10岁的念恩面前，弯下腰盯着孩子的眼睛，轻轻问了一句：“陆施主，别来无恙啊？”这一声陆施主把林员外夫妇叫懵了，心想师太糊涂了吧？我不姓陆，孩子也不姓陆，怎么叫陆施主？可让大家惊掉下巴的是，10岁的念恩竟然没有像个孩子那样躲闪，而是双手合十，对着师太深深鞠了一躬，语气平静得像个老人：“师太，一别经年，您还是这么亲近。”林员外吓得脸都白了，拉着念恩的手：“儿啊，你胡说什么呢？”妙音师太摆摆手，示意林员外别说话，然后领着他们进了内堂的净室，进了屋，关上门。师太点了一炉檀香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看着念，缓缓说道：“孩子，到了今天，有些窗户纸该捅破了。你的心神不宁，是因为前世的记忆在苏醒。若不把那个结解开，你这辈子的肉身承载不动那么重的灵魂。”念恩点点头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痛苦：“师太，我最近老做梦，梦见大火，梦见有人背着我跑，还梦见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。”妙音师太叹了口气：“那就对了，林施主、赵施主，你们坐稳了。”师太指着念，揭开了谜底：“你们的儿子前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大善人陆明远。”陆明远，林世昌惊呼一声，
莫不是那位100年前散尽家财救济灾民，后来却莫名其妙惨死狱中的大善人？正是师太的声音变得低沉，前世陆明远富甲一方，却心系苍生。可惜啊，好人遭了恶人算，他被身边的亲信陷害，说他通敌卖国，落得个家破人亡。他临死前发了大愿，若有来世，我不求报仇，只求还清恩怨，再续善愿。而你们夫妇2人，师太转向林世昌和赵婉儿，前世就是受过陆明远恩惠的灾民。那年大旱，陆员外失舟，你们才活下一条命。这一世，他是来了缘的，也是给你们种福田的。听到这里，赵婉儿早已泪流满面，一把抱住念，我的儿啊，原来你受了那么多苦。念恩却轻轻拍着母亲的背，安慰道：娘，都过去了。只是他抬起头，眼神锐利。只是我心里还有2个人放不下，一个是拼死救我的忠仆，一个是害死我的仇人。话音刚落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喧哗声，小沙弥跑进来报告：师太，外面有2个施主为了争抢头香吵起来了，非要见您评理。妙音师太微微一笑：来了，因缘际会，想躲都躲不掉，叫他们进来吧。门开了，进来了2个人，走在前面的是个大腹便便的富商，穿金戴银，满脸福相，叫金大富。跟在后面的是个衣衫破烂，面容枯槁的落魄书生，叫吴德志。这2人一进屋，看到坐在中间的那个10岁孩子，突然就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定在原地不动。那个富商金大富盯着念恩看了半天，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冲上来就跪下磕头，那头磕的地板咚咚响。老爷啊，真的是您吗？小的找了您一辈子啊！林世昌夫妇吓傻了，原来这金大富的前世就是那个背着陆明远逃出火海的忠仆韩忠。前世他没救下主人，愧疚了一辈子，死后转世。因为忠义这辈子发了大财，但他心里总觉得缺块什么，到处拜佛求见，想找恩人的转世。今天到了普陀山，一看到念恩那双眼睛，那种灵魂深处的熟悉感让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念恩看着跪在地上的胖子，眼泪也下来，嘴里喊出的却是前世的名字：韩忠，你不欠我的，那把火不怪你。这一幕把在场的人都看哭了。可是那个落魄书生吴德志呢，他站在角落里，浑身发抖，脸色惨白，像是见了鬼一样。他想跑，腿却软得迈不开步，因为他的前世正是那个陷害陆明远的亲信郭槐。前世他为了贪图陆家的财产，勾结官府，害死了恩人。结果呢，因果报应，他那辈子也没落好下场，死得极惨。这辈子投胎做了人，却是个倒霉鬼，干啥不成，一生穷困潦倒，还要受病痛折磨。念恩转过头，目光落在了吴德志身上。那一瞬间，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林世昌紧张的手心冒汗，生怕儿子冲过去报仇，毕竟那是杀身之仇啊。吴德志扑通跪下了，瑟瑟发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见这孩子，我就怕，我就想死。念恩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步一步走向吴德志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10岁的孩子站在这位前世的仇人面前，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，又慢慢松开。妙音师太在旁边轻轻念了一句：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节节相缠无了期。念恩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伸出手，竟然扶起了那个浑身脏兮兮的吴德志郭槐，
念恩轻轻叫出了那个前世的名字，算了。吴德志浑身一阵惊恐地抬起头，全是你害了我，夺了我的家产，可你也没得到好下场。这辈子你这么苦，就是老天在罚你了，不恨你了。这笔账今天就在观音菩萨面前比勾销。说完，念恩转过身，对那个富商金大富说：金老板，你若真想报恩，就帮这个人吧，给他一口饭吃，让他有个安身之处。金大富瞪大了眼睛：老爷，他可是害您的仇人啊，帮了他就是帮了我。念恩的声音无比坚定，只有这样，我们这3个人的恩怨圈子才能彻底解开，否则下辈子还要纠缠，累不累啊？那一刻，屋里安静的只能听见檀香燃烧的声音，随后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哭声。吴德志趴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，那是忏悔的泪水，也是灵魂解脱的泪水。林世昌看着自己10岁的儿子，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。这哪里是个孩子啊？这分明是一位修行的菩萨，在教我们这些大人怎么做人。妙音师太合掌，善哉善哉，这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林施主，你家的这个福气算是彻底稳住了。那天之后，清水镇多了一段佳话，那个富商金大富真的听了念恩的话，资助了落魄书生吴德志。吴德志改过自新，在镇上开了个私塾，免费教穷孩子读书，而林家呢，更是成了积善之家。故事讲到这里，那个最惊心动魄的因果局算是解开了。但是各位家长、各位听众，故事还没完，你们肯定要问，这故事太神了。可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也没生出这么个神童，我们该怎么修行，怎么给儿孙积福呢？问到点子上了。下面我不讲故事了，我教你们几招实操干货，这可是把家里变成风水宝地的秘诀。刚才那个故事听着是很过瘾，3世因果，神童报恩。但是听完故事，你们回家还得面对自己家那本难念的经，对不对？你们肯定要问我，我又不是林员外，我也没生出个能预知洪水的灵念。我家那小子天天只知道玩手机，顶嘴，考个4不及格，气得我高血压都犯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儿女债到底怎么个还法？问到点子上了。下面我不跟你们讲虚的，不讲那些听不懂的经文，我把这几10年修行的压箱底功夫拿出来，教你们几招实操干货。题目就叫把家变成修行的道场。你们要晓得，最好的风水不是你家大门朝南朝北，也不是你摆个什么水晶球招财猫，最好的风水是父母的心念，是这个家的和气。来，拿小本子记下来，我教你们3个改命修心的方法。第一招，给孩子开个阴德银行，别让福报透支了。现在很多父母爱孩子爱得了，那个爱啊叫溺爱，其实是在害他。你们看现在的小孩要什么有什么，才几岁，几千块的手机拿着，几百块的鞋子穿着，吃饭要吃最好的，出门要车借车送，爷爷奶奶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折福。哪怕是那个灵念前世是大善人，带着福报来，他爹林世昌也不敢让他太享福啊。我们要懂一个道理，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，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你生下来带了多少，那是固定，你小时候给他花光了，享受完了，等他长大了，老了，账户空了怎么办？那就生病，倒霉，穷困潦倒。古人讲有福不可享尽，穷养儿，富养德。哪怕你家里有金山银山，
孩子小时候一定要让他吃点苦，衣服干净整洁就行，别追求名牌，吃饭别挑食，不许浪费一粒米。你要告诉孩子，这碗饭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农民伯伯种，也是你自己的福报，浪费了就没有。这叫惜福。你帮他省下的每一份福报，都是他将来成家立业、遇难成祥的本钱。还有，带孩子做无相布施，周末别光带着孩子去游乐场吃大餐，带他去孤儿院看看，去养老院帮帮忙，或者哪怕在楼下把乱停的共享单车扶正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告诉孩子，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让别人夸我们，而是为了心里高兴，为了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点光。这叫培福，就是往那个阴德银行里存钱。你存的越多，利息越高，将来这孩子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贵人相助。第二招，遇到讨债鬼，用转念法化解怨气。我知道有些家长心里苦，孩子是真不听话，真难管，那是真的。前世欠了他的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这时候你骂他打他有没有用？没用，越打越逆反，越打仇结得越深，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。这辈子的债还没还清，又结了下辈子的仇，怎么办？要转念，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这一个念头。实操方法，把孩子当成老师。当孩子把你气得想跳脚的时候，你先深吸一口气，停3秒钟，心里默念，他是菩萨，是来度我的，他专门挑我的弱点来折磨我，就是为了磨练我的耐心，修我的忍辱。你看林念恩那是来报恩的，大家都喜欢。可如果是个淘气包呢，那就是来考你。你考试及格了，不生气了，平和了，这个债就还了。你不及格，暴跳如雷，那就留级，下次还得考。用还债想代替抱怨，想心里不要想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，要想看来我前世欠他不少，好吧？既然来了，我就欢欢喜喜的还。我对他好，给他做饭，供他读书，就是在还账。我多做一件好事，账就少一笔。你们要晓得，欢喜受，债就了。你这一转念，家里的磁场马上就变了，那个戾气没了，祥和之气就来了。孩子感应到你的变化，他那个讨债的劲头也会慢慢软下来的。第3招，最好的风水是父母的身教。现在很多家长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刷视频、打麻将，嘴里还骂脏话，转过头去却要求孩子你给我好好读书，你要考清华北大。这就好比什么？好比你拿一张写满了错别字的原稿放进复印机里复印，印出来的纸上有错字，你拿着橡皮擦在复印件上拼命擦，把纸都擦破了，那个错字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原稿错了啊！孩子就是那个复印件，父母就是那个原稿。林世昌为什么能生出神童？因为他自己先做了善人，先改了脾气，修了口德。在家里，夫妻之间绝对不要吵架，尤其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互相指责。你们要晓得，夫妻是家里的2尊佛。如果2尊佛天天打架，这个家的气场就破了，神仙也得被吓跑。对孩子说话，多用鼓励代替打击，别总说你真笨，你没用。语言是有能量，你天天说他笨，他就真笨给你看。你要说我相信你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这个善的种子就种下去了。以身作则，哪怕是装，也要装得像。你想让孩子读书，你自己先拿起书来看。你想让孩子孝顺，你自己先去给爷爷奶奶洗脚。孩子不听你怎么说，他只看你怎么做。那个林念恩为什么7岁就会给乞丐让包子？
因为他从小看惯了父亲施舍穷人，看惯了母亲帮邻居缝衣服，这就叫熏习，像熏香一样，长年累月，那个味道就渗到骨头里去了。总结一下这3招：惜福、培福、转念还债，以身作则。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传家宝。你们不要觉得这很难，其实都很简单，就在日常生活的吃饭、说话、起心动念里头，不需要你花大钱去做法事，也不需要你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闭关，就在你的家里，就在你的客厅里，就在你面对那个让你头疼的孩子的那一瞬间，修行就开始了。当你把这些做到了，你会发现不用求神拜佛，你家里的风水自然就好了。那个原本让你头疼的孩子，可能突然有一天就变得懂事，那个原本冷冰冰的家，突然就变得热乎了。这就是境随心转。好了，道理讲透了，方法也教了，这堂课讲到也该收尾了。但是在大家关掉这个视频之前，我还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必须要叮嘱你们，这关乎到你们不仅是今生，还有来世的福报。讲到现在，林园外家的故事讲完了，修行的干货也掏给你们了。但我晓得现在的社会节奏快，你们脑子里的事情多，听我这老头子唠叨了这么半天，可能出了这个门，关了手机屏幕，转头就又被家里的琐事、单位的烦心事给冲淡了。我像个老师一样，担心学生记不住重点，所以我还要最后再啰嗦一遍。这最后几句话是送给你们保命、保家、保平安的锦囊。来，我们快速复盘一下今天到底讲了什么。不仅仅是故事，而是你要带走的道。第一，守住一颗敬畏心。你要晓得，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，他是独立的灵魂。不要觉得你生了他就能控制他，他是带着前世的因缘来的，或者是来报恩的，像灵念，或者是来讨债，或者是来了缘的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既然进了你家的门，就是一家人。不要强求，要接纳，懂得了因果，你就不会在孩子不听话时气得半死，也不会在孩子有出息时狂得没边。第二，守住一颗慈悲心。求子也好，教子也好，功夫在事外。林世昌夫妇为什么能求来那个再来人？不是因为磕头香，是因为他们修了心，做了善事。莫问儿孙福，先看父母德。你想给孩子最好的未来，不是给他留多少房子、多少存款，而是给他留一个厚道的家风，这才是谁也抢不走的财富。第三，守住颗平常心。刚才教的那3招，实操、惜福、培福、转念还债、以身作则，这都不是什么高深的佛法，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把每一顿饭、每一句话、每一次起心动念都当成修行。孩子考得好，阿弥陀佛，那是他的福报；孩子考得不好，阿弥陀佛，那是我的磨练，心平气和，家里才有喜气。好了，重点讲完了，接下来我要讲今天最重要、最核心的一个道理。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积累功德最快、改变命运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吗？不是你一个人躲在深山里念经，也不是你给自己家里捐多少钱，而是利他，也就是利益他人，帮助别人。佛法里讲布施有财布施，法布施，无畏布施。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些道理讲给你们听，这就是法布施。我把智慧分享出来，让你们听了心开意解，不再烦恼，这就是我的功德。而你们呢？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功德。你们想一想，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此时此刻，有多少父母正在为孩子的事情流眼泪？有多少家庭因为不懂因果，
天天吵架，甚至闹离婚？有多少人因为求之不得，正在痛苦地折磨自己？他们就像走在黑夜里的人，找不到路，心里那个苦啊，没人知道。如果因为你的一个动作，让他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故事，让他们听到了林世昌和林念恩的因果，让他们突然一下子想通了，哎呀，原来我家这小子是来讨债的，我不生气了，我好好还债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们的心结打开了，眼泪止住了。原本要吵的架不吵，原本要打孩子的巴掌放下。这就叫度人一念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度人一念，功德无量啊！你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个转发或者一次分享，你动动手指，可能就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，可能就挽救了一对母子的关系。这份善业，这份功德，是不是记在你的账上？当然是。这就叫自觉觉他，自度度人。你自己听懂了，是自觉；你分享出去，让别人也听懂，是觉他。只有把这份光传递出去，你手里的灯才会更亮。我们讲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你把这个正能量传播出去，这个善的磁场转了一圈，最后还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回到你的孩子身上，这就叫回向。所以不要吝啬你的善意，哪怕只是为了给自己家的孩子积一点福报，也请做一个传播智慧、传播善念的人。最后，我还要拜托大家一件事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们讲了宋朝的故事，讲了三世的因果，讲了做父母的修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堂课对你有那么点点启发，让你心里那个纠结的疙瘩解开了一点点，请你做3件事，为自己也为家人种下善的种子。第一，点个赞，关注我。这不是为了我要出名，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善的缘分能继续下去。以后我这里还有更多关于人生、关于命运、关于修行的好故事，我不希望你错过。第二，动动手指，把视频转发出去，转给你的亲戚群，转给你的朋友圈，或者转给那个你觉得正需要安慰的朋友。你要想，我这不是在转视频，我这是在送福气。你的每一次转发，都是在为众生做法布施，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积德。第三，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，语言是有能量的，请在评论区写下愿孩子平安喜乐，或者愿众生离苦得乐，又或者是你对孩子的祝福，对父母的忏悔。让我们这个评论区变成一个巨大的祈福道场，几万人、几十万人的善念汇聚在这里，那个磁场力量是不可思议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缘起缘灭皆是定数，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被温柔以待，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来去随缘，福慧双修。大家保重，我们要常以此心关照世间。阿弥陀佛。